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林乃菁小姐、林郁方委员、洪孟凯委员、林国成委员。好，那么到底俄乌会不会停？那是说呢，俄罗斯开始说不行，要停就永久停，怎么停30天？30天算什么？你知道他休养生息而已，让他喘个息啊。就像那个时候呢，国民党追共产党，在那个追到东北，几乎都要把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说停，所以呢，白先勇到现在都很气，因为他爸爸的时候，这个白崇禧打那个仗。那为什么蒋介石要停呢？可能老美叫他停。老美就是这样，国民党要赢了，他叫他停。这停。我想也有匪谍在那个美国顾问旁边了。那一停之后，共产党就休养生息嘛，就可以休息。同样的，普丁就说，这招我知道。搞不好是我教他们的，是俄罗斯教他们，跟那个苏联。所以呢，这个他停30天，就是让他喘息嘛。那喘息好他就不和谈了。普丁最初是这样讲的，但是美国一定有施压力了哈。那这个说呢，普丁穿军装，他穿军装去视察库斯克。库斯克就是这个原来这个俄罗斯好像被乌克兰占了，那俄罗斯现在拿回80%几，将近90%的土地了哈。所以呢，穿军装说呢，这个外媒就分析他干嘛穿个军装呢？是吧？展现实力跟压力。你看，我都穿着军装了，表示呢，我随时可以这个上战场啊。但是后来普丁说，好吧，停火3天就停火3天，但是他是2个条件了那具体细节要跟川普谈。我同意停30天，叫我们再谈谈为什么要停30天？那30天以后怎么办那川普说呢？川普说好了，跟他见面或通话，我都愿意来谈吗？来谈了哈。泽伦斯基说，看这个样子这个他只想，他是不想停的，不想谈的普丁呢想拒绝，但是又不敢跟川普直说，只好搞一些其他东西来干扰那另外呢，而且呢，美俄还在谈要怎么样把瓜分乌克兰的领土。那这个川普说呢，普丁的希望还蛮好的还蛮好的但是不完整我们说还要再谈一下那俄罗斯宣布，我已经把乌克兰军队赶出去了。然后呢，因为库斯克的关键据点被我收复了，所以呢，因为乌克兰曾经提过你占我的领土，我占你的领土，我们换一下就好了。那普丁说，你占我领土，我现在都把你赶走了都是我的了，什么跟你换什么那另外呢，普丁说赶快把乌军都赶走入侵的乌军都赶走而且要划一个安全区那另外呢，路透社民调呢，56%的民众担心川普跟俄罗斯走得太近，99%对川普每天要扩张领土，一下把加拿大变51州啦，一下要去把哥林兰拿了，其实大部分是没有兴趣的。然后没想我自己问题都搞不完，还去搞人家领土干嘛呢？我们看一下。Согласны с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终于点头，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美国提出的停火30天方案。С того, что это прекращени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таким, которое привело бы к долгосрочному миру и устранило бы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е причины этого кризиса. 普京也留有弹书，说要解决很多细节，还称想和川普透过热线或是面对面就停火展开直接对话。And yeah, I'd love to meet with him or talk to him, but we have to get it over with fast. 包括川普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周四已经飞抵莫斯科，要和俄罗斯谈休战30天方案，但乌克兰总统认为要普京收手是天方夜谭。На фронті він фактично готує відмову станом на зараз. Путін, звісно, боїться сказати прямо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що хоче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цю війну. Хоче вбивати українців. 毕竟不到24小时，克里姆林宫态度反反复复。Что иное, как временная передышка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原先俄方强硬，坚持先谈判才能谈停火。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取得俄罗斯智库的一份机密文件，密函中透露莫斯科压根就不想止战。Some of the territories that they've already taken so far in the war against Ukraine, they obviously want to keep all of those.
老师怎么看？主持人能够和谈吗？你看他们会议桌上摆的都是漂亮的鲜花，这就错了。他应该都要摆沾满血液的军帽，1顶、2顶、3顶、4顶，摆不完了。这样和谈才会有一点动气力啊，几十万顶啊！我跟你讲，不是那象征性的5、6顶就行了。我觉得你不要上了普丁的当嘛。他现在说我要的是永久的和平，怎么会是30天呢？这是借口，这是借口。因为如果他满口答应现在这个川普所提出来的，哇，不得了！这川普一刀一流的和平缔造者。那我一直想，以这个俄乌战争啊，能够史上利器的，勉强讲其实只有2个人啊，就是普丁跟川普，还不是川普的前身那个拜登。拜登没有用，拜登就是花拳绣腿，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局面。那习近平呢？习近平可以沾上一点边啊，但是毕竟他距离得很远，他所有的援助都是间接的，你讲话其实还是不算。那现在这个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评价都说，这个川普欺负泽连斯基太过分了，你也不要欺负弱小到这个程度，然后对这个普丁让步啊，打工做鸡到这种程度，大家就觉得你不公平。所以呢，现在谈到这个30天的和平的话，我觉得普丁识相一点，就是稍微让步一下，把这个面子完全做给川普，那就圆满了。但是他不会的，因为他是大咖，就算他心里头愿意，他也要摆样子，甩一些花样，让你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呢，虽然我非常不同意川普跟马斯克最近的很多这个违背传统美国价值的这些勾当，但是川普的说到做到，见机律机，而且晓得哪一招有效，哪一招没效，没效的不干，有效的要干。而且我的民调已经死亡交叉了，你们不急，我比你更急。我现在这一任第2任的总统能够像不像样？在一次这个俄乌战争是很重要的一招，你们少来给我这一招啊！所以你放心，川普他已经讲了，我要用金融手段让你俄国人赚不到石油跟天然气的钱，有没有效？有效。我跟你讲，川普会使尽所有的手段，然后呢，让普丁这个开始的时候赚了一点面子，然后就 OK good。所以我觉得俄乌战争的停战很快就会到来。所以听起来，虽然你嘴巴讲你反对川普，看起来你蛮赞成川普。不是，你有误会了。我跟你讲，你这个很严重在台湾就是这种可以截一点点人家的话的尾巴然后把它抹。你现在我这个是抹红还是抹黑还是抹？完全没有抹你啊！现在全国都在以美恨川，你把我推述成什么样子的人我等一下走不出这个录影室呢？那么严重，你走不出，保护你。来，玉芳兄，基本上我根本就认为说，川普是形式比较粗鲁了，但是说他都没有想法，也不是了。他是有一套的。你比如说谈判假如说你要谈俄乌停战，把乌克兰搞来，欧盟也搞来，北约也搞来，乌克兰他根本不要谈了嘛。你一言无一语，吵3天也没有结论的。所以最大的关键，你刚讲的就是普丁嘛，你是打人家的嘛，那就问你们你要不要停嘛？你提的条件是什么样？我看你条件合不合理嘛？我在找乌克兰谈，找欧盟谈，本来就是这样谈这样才会有结果嘛。你不要说什么俄乌什么把这些乌克兰、俄罗斯搞来，你光立法院那么3个党，对不对？柯建铭一个人就闹得你天下大乱了，这协商什么也没有结果了，就是这样子，你怎么谈？所以人多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可以谈的，人多只是大家乱闹大拜拜而已。所以川普的想法是没错的，只是难看了。但他的难看也都是各本来都准备，川普来就是要你给我矿给我。那泽连斯基到白宫就是我要跟你吵架，然后回去我才有英雄跟国人讲说，你看我这民调低了，你看我现在不错吧，民调应该起来了吧。所以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最后，我因为讲说，为什么可能可以谈成是俄罗斯其实也不想打下去了，乌克兰也不想打下去，再打下去双方都是整个国力都没有了，尤其乌克兰这么惨，你怎么打呢？打了会赢吗？但是俄罗斯你再打，你能占领乌克兰吗？所以算了
川普出来啊调解一下。所以不是说，假如这2个国家都不想停，或者其中一个国家不想停，你10个川普来没用了。你制裁他又怎样？你不是没制裁过。但是因为本来两边也都，我觉得都已经打得很痛苦了，所以这个时候有机会了，是有机会。来，玉芳兄，我觉得关键点在于库斯克，你刚刚讲的那个地方 Kursk， 这就看对俄国来讲，他要把它打下来，有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2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第一次俄国被一个外国的军队给占领，而且占领的时间长达7个月又10天。到今天为止，而且最多的时候占领了1000平方公里，这是个奇耻大辱。乌克兰军队在没有空军的掩护，深入到敌境，可以占领这么久，而且占领这么一大片的土地，对普丁来讲是面子是丢光了，而且他调了北韩的军队进去帮忙打12000人，还打到现在没有打下来。所以我从头到尾我就一句话：俄国很努力的打。但是他们打得并不漂亮，就看这2个地方，一个就是库斯克，7个月又10天你都打不下来，他只有2-3万人在那里，现在大概只剩下1万人在那边守，你打了这么久打不下来。所以第一点就是为了要把这个要写这个奇耻大辱，他一定要把库斯克拿下来，拿回来。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有利于谈判了。因为你拿回来以后就没有土地交换的问题了，我的已经回来我的，你的还在我手上，不跟你交换。第二个，听说现在有大半个俄军是被围困在大概15%的那个克尔斯克的那个土地上，他希望说我俘虏多少就多少，我要抓到人。你看我如果抓到哪怕3000人、4000人，那个展示出来，你还给我谈什么？你几千人都在我手上了。所以我觉得关键点在这个地方。可是我真的要讲一件事，就是说，你美国要负很大的责任。克斯克其实最先乌克兰军队在那边打得并不差，是川普当选以后还没有就任，就才开始在涨普丁的威风，在灭这个泽尔斯基的这个威风了。你涨他的志气嘛，所以变成说明天不晓得在哪里，美国不知道要怎么对付我们，所以那个士气垮了。打仗军队很重要，比武器重要。但军队里面呢，不是军队的装备，是那个士气，那都没有士气了嘛。所以那些军队都不晓得明天的美国会变成怎么样。尤其前一阵子，你美国断了人家的新链的情报的提供，还有其他的情报的提供切断了。这战场怎么管理呢？看不到敌人，也听不到敌人，我怎么打他呢？对不对？第二个，停止供应炮弹啊、弹药啊，说波兰的弹药什么时候才恢复，再运到那个乌克兰去呢？这2天前而已所以这一阵子，其实整个的前线他们是缺弹药，而且缺情报了。所以坦白讲，我还是非常佩服乌克兰，以寡击众，以小击大。撑这么久，打得有声有色，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啊！你不容易学习了。乌克兰那个人民多么强悍呐！那是战斗民族那我们台湾是战斗民族吗？不是嘛！那2天前为什么才恢复给他武器、给他情报？是因为泽连斯基答应美国的条件，先停火30天川普说：“好，你看听我的话了吧？”而且泽连斯基言必感谢川普，谢谢川普。谢谢川普，感谢川普，感谢川普，龙心大悦。好，再给他恢复，现在再回来。好，昨天一个大事这个赖清德呢，突然说要开紧急记者会，开了国安会。大家以为是要应付这个川普怎么对全世界搞大乱台积电要到美国等等，不是是说呢，老共是我们的境外的敌人所以呢，我们就要紧张起来到大陆人也要登记大陆来台搞不好就取消你的这个户籍跟登记，然后呢恢复军法为什么要恢复军法？要准备作战了嘛你只为了这什么几个低阶的军人什么替老共拿情报，那个很低阶，而且呢也没什么重要的情报给他拿，
但是呢，敌前逃亡唯一死刑哦，按照军法哦，而且呢，你也不能，反正有各种很严苛的规定了。以前当兵的时候最小心，最怕就是说，违反军法就惨了哦，看到宪兵就赶快退避三舍，最好躲他远一点。好，那么好，我们一个来。他说呢，这个国安会议有5个威胁，劳共了17个因应的方式，所以要修法哦，然后呢要恢复军事审判。那另外呢，定义中国已是境外敌对势力已经变成境外敌对势力了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今天联合报、中国时报首度定义，因为以前呢也没说大陆是敌对势力啦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有军事上我们是受到威胁的但是呢，这个关系也很奇怪了一方面呢像敌人一样，一方面呢又像这个做生意的这个伙伴一样因为你那么多台商在那边呢，东西卖过来卖过去以前旅游也交往很密切所以呢，真的敌国也不是这样但是你说完全朋友吗？也不是这样那大陆呢，国台办就立刻马上这反应非常快，用4个凡是来警告那他4个凡是呢，就是什么？凡是背叛祖国的凡是搞台独的，凡是数典忘祖的，凡是倒行逆施的，都没好下场他这个4个凡是这个意思那大陆外交部也说呢，改变不了统一的大势那另外呢，这个国台办主任宋涛说，反分裂法清晰的画出以非和平方式制止台独的红线，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说和平完全和平和平之外呢，还有呢非和平没有放弃非和平。大陆的国安部说呢，反分裂法呢利剑高悬在这里，随时掉下来把你们头给你们斩了。所以呢，台独你敢逾越看看那赖清德呢就有5大类、5大项原则了然后呢有17个政策，2样杀一大堆但是呢，大家重视的观点、重视的焦点还是恢复军事审判。那当年呢，这个洪仲丘下士因为说被长官凌虐啦、死啦，哇，这个10几20万人说上街头啦等等，当时有一条就要废除军法要废除。当时民进党很多大头都赞成要废除军法民进党最大的本事就是绝这个昨非而今是，以前觉得不对的，现在都可以干了而且都可以找出一番理由来干那马英九办公室呢，这个消息曾说呢，是意图模仿俄乌战争的模式来引战说呢，因为你把中国境外势力呢这个当成这个敌对，而且驳斥骂他们，所以呢，这个你的他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这样故意让挑逗他、挑衅他，然后呢让他没事绕着你演习啦，甚至呢他这个来对你动武啦，就是你大罢免也成功了然后呢引起双方的紧张那所以赖清德为什么就干这个事情？一般认为有2种一种是转移台积电的焦点，因为都在讨论台积电台积电去走了怎么办呢？台积电是细盾台积电是护国神山细盾也跑了，神山也跑了，那赖清德还有什么呢？我们告诉你，我们有这个，有人认为这是准戒严这戒严现在还没有戒严，但是看起来那个味道是不对的一种就是大罢免添柴火很紧张了，然后老共开始打我们了，你看我们都要实施军法了然后呢这个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呢都是习近平的子弟兵，都是中共的代言人都帮中共讲话来烧我们的预算认为是主要是这个了。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中国已是我国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明确定义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总统赖清德这是升高区域安全情势吗？境外敌对势力采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国主权的国家。再次重申主张，总统细数中共对台统战渗透，从国家主权谈起，要反并吞外。看到2024年共谍案起诉人数足为2021年的3倍之多，特别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并祭出5大方面17项策略。赖政府紧收两岸政策，让台海援救难解的心结成了死结。清晰告诉以非和平方式制止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的法律红线。
大陆反分裂法适逢20周年，势必对台扩大宣传，结果碰上赖总统因应统战渗透最新提出的17项策略，被外界解读台湾已经进入准战争时期。学者不以为然，呼吁赖政府快踩刹车。大陆反分裂法最受关注的就是它的第8条，首次明确提出，在3种状况之下，大陆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统一。而在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面，大陆是进一步强调了用法律的方式来惩治台独。不过就在前一天，也就是13号，赖总统是公开宣誓将大陆定为境外敌对势力，让国台办是气得炮轰会台独必定会粉身碎骨。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两岸政府拿出反分裂和反渗透打斗法。孟凯，两岸大紧缩是联合报他今天对昨天的新闻里面的一个标题哦。所以抗中保台看起来就是民进党政府现在从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把调子拉到最高的。但凸显了什么？昨天这样子总统的讲法，其实面临到违反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基本框架。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走向了实质台独嘛。可是过程里面，我们想，其实两岸从冷冻停滞到火车对撞，那现在看起来，到底对于台湾是越来越安全，还是越来越危险？我们都支持，我们也都绝对会捍卫中华民国的权利跟主张，我们更要保护台湾2350万人的生活方式跟品质。但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执政党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只是让台湾往更危险的方向走？再者，17条里面其实就是越来越对于两岸的一个交流做紧缩嘛。那这17条，我昨天马上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很多观光旅游、住宿、餐饮、饭店的群组里面，所有业者都说啊，这无疑就已经是判了死刑。当然，业者他们要再去找其他的生路，但是过去不是还不到1年的时间，去年520之前，也有人期待是说，这样有没有可能两岸有机会春暖花开，互相递橄榄枝？我在交通委员会的时候质询，不管是交通部长、观光署长，每个人都讲得很好听啊。我们这边递的橄榄枝还很大根，但没想到现在反而是互相的一个紧缩，两岸走成这个状况，互相的就是越来越没有交流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我们自己也可以有自信，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有自信一条路，反而我们走的是一个紧缩一条路。好，最后我也必须要提到，其实刚刚赵先生也讲了，这样子的一个起手式，是不是为接下来的罢免来添柴火？某种程度上是啊，可是你不要忘记啊，中间选民真的是想要看到这样的状况吗？其实从去年520到现在1年的时间，也有很多人在问啊，我自己也曾经提过，到今年520只剩2个月的时间，到底520民进党政府交给人民新的执政1年的成绩单是什么？如果只剩下说罢免的人数，我提出了多少个，或者是说现在就是在国内找敌人，就是想要把任何不跟民进党政府来唱和或者是一致的意见，都变成是中共同路人，都变成你抹红的时候，那这样子有意义吗？也更重要的是，你过去的这1年新就任的政府，你有倾听民意吗？你有了解民意真的要的是什么吗？你有真真正正的来一刻认为是说民众要的，我们来提出吗？其实也都没有啊。诈骗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横行？能源政策没有办法解决，还有现在经济的层面，贫富差距越来越高的时候，结果你跟我们讲的是说，当总统站在第一线，只是在把这个对抗的调子拉得越高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以及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只是越来越不确定性。因为中共是从来没有掩饰要并吞台湾的企图，那一直以来，其实中共甚至前阵子还明目张胆把台湾说成是中国台湾省。那台湾的反制方法又是什么呢？近日来，其实大家也有看到，就是说，不管是这些陆配的言论，或者是这些艺人被强逼一定要说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或是也要说这个台湾是中国台湾省等等，这些其实大家都已经这个见怪不怪之外，这个很多的这个陆方。他们开始用一些广发中国的护照啊、居住证等等方式，要让台湾的这些民众去取得这些中国的居留身份证，来去混淆这个台湾人的认同。这些手法，我相信总统身为国安高层，一定掌握的比我们更多。那更明确的资料就是共谍案的起诉案件，在去年达到了64人，是历史的新高，相较于3年前只有10人，可以说是6倍之多。更何况在军人里面的这个被起诉的
共谍案高达66%，这也是为什么针对这个国防对于国安的部分，对于军事的部分，可能有必要加强在国安的案件上去做军事法庭的审理。这也是为什么昨天会非常这么严肃，在国安会议之后来开这样的一个对外的记者会。那最主要当然就是感受到说，长期以来中共渗透的手法当然是层出不穷。那借着这个民主自由的名义，自由多少邪恶假汝之名以行。中共长期以来就是用这样子台湾的自由民主的体制，然后不断的渗透，用言论的方式，用分化的方式，甚至透过公庙、透过黑道，透过很多的这些地下的组织等等，不断的渗透跟分化台湾。那政府掌握的情资，我相信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采取必要手段的一个方式。昨天赖总统才会非常严肃的告诉国人说，现在政府必须要非常严肃的来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相信长久以来，台湾对于自己的自由民主的体制是非常有信心。但是问题是，连美国，连过去的很多海外的国家，他们都发现说，中国的像孔子学院啊等等这些渗透的手法，连民主的体制政治体制都会受到影响的时候，台湾作为一个中国长期想要去并吞、想要去侵略的国家，当然必须要更严肃、更审慎的去看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保护台湾的主权跟国家安全不得不而且是必要的一个做法。